你有没有想过换？你有没有想过转行？我不是考虑转行，我要考虑退休，只有。就你从来都没有觉得说转行啊？那我兴趣爱好可多了，我觉得我不干这我可以干好多事儿，我可不是说不是转行，是就不是转说个爱好，转个爱好，没法聊，没法聊，人和人是不相通的。对，哎，货比货得人，对。不是这个事儿，不是，哎，你现在干的这个事儿，你也不是。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周扬青，你出道多久了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东西都掉了。我算一下啊，这个节目就是我们进来是几月份？以天算的，几月份？请问3月7号演出吧，那天好像。啊，那算一算，现在连1个月还不满。哎，出道的话就是出舞台那一天，出道即巅峰，还行吧。我的巅峰一定要留给我们义工。有点拽。火锅为什么要倒这个酱？就是它会解那个，包括加上这个香油和这个放在一起，它就会消抵那个辣。为什么人家倒这个？就是它解辣。它就确实是解辣的。亚米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撇油了，一开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不想吃他的劳动，主打一个有事儿干就行。对对对，有事儿干。辛苦了，亚米，没事没事。亚米出道多少年了？啊，我啊，思考。其实要看怎么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练习生的时候，之前的公司有给我们搞了一个那个出道发布会，然后我当时是有一个3个人的一个团体，是个乐团，我是键盘。键盘是什么 ？Keyboard。Oh my god！所以你连键盘都会？没有，就简简单单的，对，然后负责键盘和 rap 还有 dance。但是那个组合出道即解散。为什么解散？为什么解散？是公司就是觉得不太合适，就把我们解散了。所以不是你们感情的问题啊？不是，我们处的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自己有个界定的话，你觉得什么时候算是正式出道的？那应该是18年。18年参加说唱。不是18年参加女团选女团的节目，然后就11个人的限定组合嘛。那个节目有我们累吗？肯定很累，那个节目应该不好。感觉也不是。看起来真超累。但是感觉你的性格，你是不是会忍受很多东西？哎呀，怎么说这么深沉呢？也不需要，麻烦你配合。不行吧？我觉得都是经历，大家都会有各自必须要经历的事情。但是其实像你这种性格，其实在就是这个行业里面，你可能会很难受，我觉得啊，因为你会不断的无形给自己压力，太多东西，无形中的很多东西，因为这圈子里面有很多人像他这样，就是比如说说话不过脑子，但是亚米超级照顾我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这几天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喜欢把东西往自己身上拽，对，然后也不会跟大家说我可能会累，然后我可能会顾及不过来。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成长和就业环境有关，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嘛，然后我一直就是想要当就是这种唱跳的这种感觉的歌手什么的。以前小时候也学过跳舞。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那种艺校太贵了，然后就学了一半之后，我家人就说你别学了，太贵了，你去考大学吧，你学文化得了，然后就放弃了嘛。上了大学就开始接触什么街舞啊这些。阴差阳错的，就是突然又来到了这个以前小时候想要做的事情。命运总是这样。我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有点来之不易，所以我好像没有太多的犯错的成本。哦，听着好难受啊！没有。这就是有这种感觉，
而且我之前不是那个完了之后，我自己出来工作室自己做嘛，就什么事情都自己干嘛，就是各种我的专辑策划、拍 MV 自己找导演、宣传文案我也自己写，花絮视频也是我自己剪的。就是我在做台前的事的时候，我要想着幕后的事，就是尽量不要有这个犯错的成本出来。对，可能是以前的一些习惯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个自己做的？自己做了有3年了吧？对。但是现在就是签了新公司嘛，就慢慢的心态换过来了，就不要太操心。对，就稍微就是慢慢转过来，还在转当中。对。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？每个人的内心都让你剖一遍。我挺喜欢看你们的，真的，你真的是。你当时给大家起所有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人就刚见我们1晚上吧。你们每个人我都有外号。对，我都起了个水果名。他说我小番茄百搭。对，因为我说你是番茄，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那种明亮的少女感，它不是草莓那种甜的，是克制的。为你我愿做一颗小番茄。DJ 姐姐是什么？花椒。哎，猜对了，是花椒。你是黄瓜。那我是啥？小辣椒。我小辣椒。可以。我鱼腥草，不用问了。得罪你了，就是，如果得罪你了，但对不起啊，我自己受着点吧。就他那个眼神，不是，我就是喜欢，马上翻白眼儿。对他好多，他这反应很立刻。对啊，那天看人家练舞练得好。你知道他在现场，就咱们至少还比较稳重一些啊。他过去基本上就是一小钢炮，我觉得我就怕他口误出来。马上翻白眼儿，对不起啊，我自己受着点吧，不了我。对，但是呢，他恰恰是他可爱的地方，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。所以我就是觉得笑很累，所以索性就别笑。那天我不是还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我说，哎，一直这么笑着，脸僵的话怎么办啊？就突然这样的话也很奇怪啊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困扰。这个笑着一个发呆，对，所以我就你就回来了。笑一下再收回来，不会啊。不，你完全可以在。你看，没有人。但 OK 啊，真 OK 吗 ？OK 啊，因为你这个绝对不是真的。因为你没有情境，不是真对。但是就是如果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大家都很开心或者怎么着，但是你确实不觉得好笑，那也不可能臭脸吧？那就对呀，就这样啊。那就好了。这样啊，可以啊。其实你不用大笑，你微笑就很好看了。这几天晚上我会帮你，所以行吧？好吧。对啊，我再练练吧，我觉得。对，就是很好看了。他有很多的态度是很直接的输出，但是给你，他也藏一些东西啊，藏。这是我欣赏他的第2个点。哇，愿闻其详，藏什么？这家伙绝对是闷着背地里用功的人，就是他外表会显得 so what，don't care，但是他是背地里自己用功的。那啥，去医院了，诊断了，都打点滴了，都跟我说，我3点的课赶不上了，我晚上要不订8点的课。就这一句话，这人绝对是私底下拼到死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们不要被他这个小白眼迷惑住了。对，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所迷惑，他是私底下非常用功的人。一般这种人千万别下定决心，不然也挺可怕的。他你心里应该是挺倔的吧？非常倔。我特犟。而且李新锐是一个很柔软的人，实际上，他所有的刺儿全部都长在外面。对，就是你们能够看得到的刺儿全在这儿了，然后你们剩下就是需要去探索我内心很多柔软的地方了。你不是个鱼腥草吗？你是个榴莲吗？我俩生类似于吧。哦，那我还是黄瓜。我现在觉得我有点犹豫，我觉得黄瓜可能不太适合你，没有那么清淡。你比我最早的就是印象要更调皮一些了。对，但我必须要先讲一下，因为上次录的时候，我其实有一点点还在习惯环境。回去之后，我就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我觉得我不要想太多，我就觉得我就是放松去。再回来的时候，就突然就变得很松，然后可能也会跟你撒娇啊，然后跟他弄一弄啊，怼一怼啊，弄一弄啊，这样子。相处下来，
哎，我还特别喜欢你的性格，就好可爱呀。然后越跟他相处吧，越想葫芦葫芦脑的。葫芦葫芦脑是什么？摸摸脑袋，葫芦葫芦脑袋，摸摸头，摸摸头。对，你的性格真的太可爱了。就欠不欠吧，人家欠的会惹人讨厌，你欠不欠的吧，还让人觉得也不讨厌。就是你一天不惹我们一下就好不爽啊，觉得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惹我？牛角瓜吧，要不然咱吃那个牛角瓜赢了，回你一个他的白眼。火龙果 ，no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是个大蘑菇。为啥大蘑菇啊？就是散嘛。对。哦。然后底下会有，就是蘑菇是在自然界里面有很多那种小的昆虫会在底下躲雨的。对。有一些有毒，有一些有攻击性，然后有一些是非常有营养的，有一些是珍稀东西，很珍稀的东西。菌类很贵的。对啊。